这就快20年了，现在回乡下都不敢往山脚下那片老宅子瞟一眼。那年暑假回奶奶家，村子山脚下有片荒了快50年的地主老宅，青砖院墙高得吓人。打我记事起，大人就天天警告：太阳一沾山头，绝对不能往那边老宅去，里面不干净。小孩嘛，越不让去越好奇，越说吓人，越想去看看究竟有什么。那天太阳快落山，我跟我弟偷摸穿了个手电筒，趁奶奶在厨房烧火，溜出去就往老宅冲。跑到大门口，2扇实木大门微微敞开，铜环锈得快烂了。哥，要不咱回去吧，我怕。怕个屁，有哥在呢。其实手心里全是汗，心脏跳得快蹦出来。我俩猫着腰往里钻，院子里的荒草比我弟都高，踩上去哗啦哗啦响，空气里全是烂木头、霉土，混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腥味，闻着就恶心。院子正中间有口老井，盖着块破石板，石板上居然有新鲜的没干透的水印子。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地方荒了几十年，哪来的水印子？没敢跟我弟说，怕他哭出来，硬着头皮拉着他往正屋走。正屋的门呢早烂没了，就剩个门框。我俩刚踏进去，手电筒的光就扫到堂屋的破八仙桌上，摆着3根没烧完的红蜡烛，旁边还有新鲜的香灰。我弟当时就带哭腔了：哥，这谁点的呀？不是没人来吗？手电筒的光扫到墙上的年画，那是张老掉牙的娃娃鲍鱼，纸都黄得发脆了。可那个娃娃的黑眼睛，我往哪边动，它就往哪边转，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拉着我弟要跑，脚刚迈出门槛，就听见里屋传来啪嗒一声。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抽当时的自己，都吓成那样了，居然还好奇，非要拉着我弟过去看看。里屋呢是以前的卧室，土炕居然没塌，上面铺着一张大红褥子，跟这破破烂烂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哥，这褥子是新的，咱快跑吧！我也彻底慌了，拽着他就往院子冲。结果跑到大门口，我整个人麻了。刚才我们推开的那扇大门，现在居然挂着一个碗口大的铁锁，铁链子绣着死死的，一看就是几十年没打开过的状态。这个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风刮的荒草哗哗响，老太太在一声接一声的往我耳朵里钻。我弟直接吓瘫在地上，哭都哭不出声来。我腿呢软得像踩棉花，可我是哥我不能慌，拽起弟弟就往院子后面跑，想找后门。刚跑过东厢房的窗户，突然听见里面传来刺啦刺啦的声音，一下又一下，特别规律，就是粗针穿过后部扯线的动静，纳鞋底儿的声音。那会儿真感觉血都凉了，拽着我弟死死捂住嘴，贴在墙根不敢动。突然那动静停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小娃，跑啥呀？进来，姥姥，给你们拿新鞋穿。我尿裤子了，真事儿。危机感催促着我拽着弟弟疯了一样的往后院冲，结果后门也锁得死死的，连条缝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弟弟突然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插进肉里，指着正屋的方向，话都说不出来。我回头一看，手电筒的光刚好扫了过去，透过那扇烂掉的窗户，我看到刚才那张铺着红褥子的土炕上坐着位穿着黑衣服的老太太，背对着我们，正拿木梳子梳头发，一下一下。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剩一个念头：跑。扫了一眼院墙根，有个狗洞，刚好能钻下小孩。我拽着弟弟连滚带爬的扑过去，疯了一样的往外钻，衣服刮破了，膝盖磨得全是血。钻出院子的那一刻，我俩连滚带爬往村里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家门口，奶奶正拿着棍子在门口等呢，看见我俩浑身是泥，脸白的像纸，当时脸就变了，赶紧把我们拽进屋，拿桃枝在我们身上抽了半天，嘴里一直念叨的是：驱邪祟，打入皮肉是本分。好疼！我俩缓了半天，才哭着把刚才的事儿给说了。奶奶听完脸都青了，当天晚上就不让我们再出屋了，连窗户都不让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带着村里的几个壮实男人，拿着棍子又去了老宅，回来跟我说的话，我到现在想起来这门都锁得浑身发死死的，咋能进去人？
老宅的大门早就用铁链子和大锁锁死了，锁芯都锈成一坨了，几十年都没打开过，根本不可能推开，更别说钻进去了。那正屋炕早塌了，哪来的红褥子？东厢房塌了一半，哪有人拿钱纳鞋底？走走，回去问问那熊孩子。后来奶奶偷偷跟我说，那老宅是以前的地主家，有个老太太是地主的妈，心狠，当年闹饥荒，她怕家里粮食不够吃，把自己4个亲孙子全在正屋的土炕上活活饿死了，自己就在东厢房的房梁上上了吊，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纳了一半的鞋底。那老太太最稀罕半大的男娃，以前就有村里的小孩偷偷跑进去，再没出来过。这件事啊，有2个点，我至今都不明白。那天我们跑回来，我给我弟拍身上的泥，从他口袋里摸出来一小块红布，跟我那天在土炕上看见的红褥子、料子颜色一模一样。还有，我们钻出狗洞往外跑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大门的门缝里挤着好几个小小的、矮矮的影子，直勾勾地盯着我们。从那之后啊，我弟就落下了毛病，经常半夜哭醒，坐在床边缝衣服，要带我走。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在老宅里那声慢悠悠的像贴在耳边上一样的声音。两娃，跑啥呀？进来，姥姥给你们拿新鞋穿。最近好水逆啊，这句话你是不是也天天刷到呢？电脑崩，航班取消，工作不顺，通通甩给水逆。可你有没有想过，真正挡你运的可能不是水星，而是你身体里那团晦气。那怎么去除身上的晦气，破解水逆呢？答案就藏在中国风水协会主席、国学泰斗陈帅佛去潮州青龙庙会参加的槟榔敬神千年古礼中。潮州青龙庙会呢，是潮汕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前去祈福。起先我很好奇，为什么槟榔能去除人身上的晦气？直到陈大师说了这段话。在潮汕地区历史以来，这个地方湿气很大，所以说慢慢的在潮汕地区就形成了是食用槟榔来排除身体的湿气。岭南自古湿热，瘴气重，人很容易生病，古人就将之称之为晦气。什么叫晦？就是人身上空气里那些看不见的浊气、病气。但槟榔性温，气清，能去除湿胀，可以把身体里的晦气赶出去，把吉祥之气接进来。潮汕地区贡品以槟榔为真，它有着敬请槟榔聚会影响的作用。那为什么槟榔被当地人用来敬神呢？陈大师也给出了答案。人敬神、敬拜祖宗，讲究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作为贡品，所以说慢慢的槟榔就成了在闽南地区、潮州地区最好的贡品。后来因为槟榔太贵，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就用橄榄来代替。就像我们现代人买东西，如果觉得太贵，要都不吃，也是这样一个道理。虽然槟榔渐渐被橄榄代替，但槟榔蕴藏的敬请槟榔去会影响的寓意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陈大师呢还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潮汕地区，丈夫出门的时间，妻子就会送给丈夫3粒槟榔。在古代，潮汕人出门漂洋过海都是很艰苦的，所以说这3个槟榔代表天地人臣，希望丈夫早日归家，满载而归，把晦气挡在门外，把平安装进口袋。所以当你感受最近水逆缠身，事不顺时，也许不是星座的错而是你该给自己一个清理的仪式了。你平时嚼的槟榔可能只是为了提神，但其实2000年来，槟榔一直都是帝王们的心头好，文人墨客的风雅物。明朝时，安南宗派遣使臣向明太祖朱元璋进贡槟榔，以表达臣服朝贡之意。而后呢，朱元璋钦定朝贡制度，指定槟榔为岭南贡品。大文豪苏轼在广东惠州为官时，在食槟榔一诗中写下吸金得为甘，啄齿随意苦的实用情景。那今天我们也给自己3颗槟榔，一颗清晦气，一颗保平安，一颗定好运。2026从此远离水逆，一起去会影响。